今天呢，给大家录制一款直线的发型啊。在修剪之前呢，我们量好它的整个轮廓比例啊，控制在1:1.2左右啊。我们把多余的长度呢，先进行修剪。那我们去长度呢，是不用按标准去剪的，大概的一个发长啊。就是说，这个头发现在很长，我们先把它剪一个我们预想的长度啊，当然要放长一点点啊。好，剪一条水平线。也就是说啊，当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呢，先把不需要的长度去掉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左右的对等的一个程度。好，差不多啊。这样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分区，在刘海点的位置呢，划分到退化点。看看两边是否对称。好，如果大家掌握不好平衡感的话啊，可以按照我这样的修剪方式啊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看一下两边的对等度啊，我们再精修一下。好，我们把侧发区夹起来，这样呢，我们分区就分好了啊。在前面呢有一个刘海区，在刘海区的两侧呢，我们留出2条导线啊，你要保证它两侧是对称的。然后在后部枕骨点呢，我们分出对角向前啊。那这个斜度呢，不用太斜。中间的位置，发际线2指的位置呢，啊，发际线以下2指位的位置，定出一个长度。那这个长度呢，这个长度在侧边来看，要跟侧发区的长度进行连接啊。这样呢，我们量好长度，按照这个斜度进行修剪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开始动刀，0度放下来，看好长度。放到侧边呢，去看一下这个斜度啊，哎，刚刚好啊，刚刚好这个斜度。好，我们在侧边呢看一下这个斜度啊。那这样呢，我们把这个斜度定好了之后，我们开始精修。因为第一区分的比较厚啊。为什么分的比较厚？因为第一区呢，我们做出来的线要结实一点啊，厚实一点，当导线用。好，如果是真人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修剪啊。这个头模呢，我们压不了。C 型梳理，把底角的长度呢稍稍打磨掉一点点，向前。现在呢，我前面的长度是千万不能动的啊。这样呢，我们把底线内部剪短啊，它就更容易产生内扣。接下来呢，我平行的划分我的分区线，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太厚。好，用梳子轻轻的梳下来。剪这边呢，剪反手边呢，我喜欢用从后往前去修剪啊。好，因为我的站位有问题，我不能站到裁剪的这个面上啊。就把这个摄像头挡住了，所以我站在侧方，怎么剪的都不顺手。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，你始终站在你的剪切口的位置。好，继续梳下来，用剪刀压贴。好，前面呢就按照这个斜度延长，那时刻呢保持它的对等度。刚刚好。再平行的分出对角向前。保持头发的湿度啊，剪到后部点以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头部呢直立，轻轻的梳下来，剪刀压贴，继续梳下来压贴啊，跟着导线走。这个是基础课程啊，所以呢，剪的时候就要精细一些，按照标准去剪。
好，继续。我建议大家尽量啊，顺着这条线去剪啊。我们在用的时候呢，你看啊，比如说这条线啊是这样斜的，是这样斜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剪刀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从后往前，那我们这边的时候也是从后往前啊。如果你这边这样剪呢，容易这条线不太顺畅啊。好，剪真人的时候呢，这个位置呢还要不停的 C 型梳理。因为颈侧点的头发呢始终会长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去下角，啊，保证我们表面的这条线干净。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一直剪完整个后发区，梳下来，轻轻的压在头皮上。好，因为你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呢，你需要走位。那我旁边有摄像机，我只能固定在一个点位上，所以我要不停的转头模。好，继续。表面这一层呢，我们找好它自然垂落的流向。好，梳下来。啊，这上面有一个技巧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我按照这个头发自然的流向梳下来之后，那我修剪的时候呢，就不要从发根开始梳理了，因为这样头发已经散开了啊，已经被我梳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剪表层的时候，就在一半靠下的位置啊梳下来，啊，这样呢，我们发根呢是不会动。好，继续。啊，这样修剪呢，发梢容易向前走，看，是吧？啊，这样呢，它始终有个向前推的流向。那如果你这样去剪，两边切口容易不一致啊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，一半的位置梳下来。这样呢，我们后区呢就修剪完成了。吹干之后呢，我们再清理一下底线，就 OK 了啊。然后我们来到了侧发区，侧发区呢，第一片同样分的厚一些啊，这样呢，我们做出来的导线呢比较厚实，省得你看不清啊导线。在剪侧发区的时候呢，你有几种方式啊。第一呢，就是耳上点以后的头发压在耳背以后去修剪啊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我们直接梳下来去修剪，但是耳朵呢，这个头膜不会啊，真人的耳朵会支起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它压贴一下来放长啊。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啊。好，先看准导线，梳下来，轻轻的压一下啊。好。第二片，跟随导线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让这条线呢变得顺畅一些。好，继续，因为侧发区呢要剪的地方太少了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分这几片呢就直接可以搞定。这样呢，我们侧发区呢就剪好了。好，梳下来，压好。侧发区呢剪不到多少啊，因为前面的长度是我们第一步做外线已经固定好了
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是梳下来找一下这个斜度就 OK 了啊，基本上剪不到什么。你看我们这条斜线呢连接上就 OK 啊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侧发区呢也剪好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修剪刘海区域。刘海的位置在修剪的时候呢，我们从中间分开，然后取出它的1/3，啊，就是这条线你分为3等份，然后取出1/3分斜线，大概呢就在眉中的位置啊，夹上。我们这样修剪的时候呢，方便你先定出它的长度啊，因为它比较窄。如果你全分下来一剪完两边长，而两边这个长度呢，你又不容易控制好对称度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分出它1/3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小空气刘海的位置。好，先定出它的长度。先看一下。确定两侧都对等了就 OK 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两边也放下来，这样呢，我们下边呢就会有导线，我们按照这个导线拉到前面去切方。好，看准导线，你的站位一定要在正中间啊。这样呢，这个刘海呢，两边呢就形成一个弧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把两边的角去掉，分一半。保持一个水平状态。好，上面呢放下来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分出一半。好，我们按照导线呢，去裁剪出水平的状态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前面的刘海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吹干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湿发的时候一个状态。从前面看起来两边长度对称，侧发看起来呢这个斜度比较顺畅，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吹干。我们从后边开始精修它的外线部分啊。这时候你找一个快一点的剪刀，切外线的剪刀，把这个外线部分呢，按照斜度修饰出来。好，只要你按照这个方法剪，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瑕疵。这边呢，要从中间往前去修。好，我换一个站位啊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剪下边。我们待会儿切完外线之后呢，就把它发尾柔和一下。先从刘海开始，挑起来，啊，柔和发尾。注意啊，我们在柔和直线的时候呢，切口
不要太密，轻轻的柔和一下就可以了，啊。拿掉一些量就可以。继续收敛。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基础型啊，所以呢打薄呢也只是用了基础打薄的点剪啊。后期呢，我们可以加上牙剪打薄、柳叶刀打薄啊，让它产生一个很好的线条感啊。好，那这款发型呢，基础发型呢，我们剪到这儿呢就剪好了啊。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的视频呢去进行练习，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剪，你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瑕疵啊。好，这个位置反复梳理。那我们第一节的这个基础型呢就完成了。那这款发型呢是一个直线的发型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